选举研究中心是一个学术中立、注重理论与实务结合、培养人才的研究机构。我们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也引领了台湾选举与民意调查的研究方向。选人真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学术家庭，我们人少，但是我们的工作共同努力，紧密的团结在一个家庭里面，这个是一个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学术单位。我们选举研究中心的创办人那就是李飞龙老师。选研中心是政大第一个这样子做了，我想到目前为止，它也是真正的唯一的在编制里面设有常态的这个人事跟经费的这个研究中心。我们把单纯的本来的选举研究中心发展到变成一个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这个有当年我跟雷老师跟陈老师的一些比较亲身的接触，还有跟他们聊一下一些理想。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特色了，就是我们都在密西根大学待过，我们对于密西根大学的那个 ISR 就是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中心都对他们的整套作业程序都其实还蛮习惯的。我们讲那个台湾的认同这方面，我们把它累积起来，其实我想就是讲说，我们做这一点是发扬光大。我们那时候就把那个政党认同这个概念带进来，就讲说，你看密西根他问的东西是你的心理状态，不是问你有没有参加党籍。所以用那个你的心理状态，你在你的心态上是比较倾向，一开始我们问的是那党内呢还是党外啊？所以这个马上就抓到那个心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一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台湾还是在戒严时期啊，那个政治敏感度还是在的，所以我们慢慢就抓到这个题目真正可以测量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我们应该算说是进口的吧，啊，我们做了一些修正，这个也是选研的产品。我想关于这个统独立场，这个是我们的团队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把它形成出来了。像我们讲这个6分类。一开始6分类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其实是3分类，后来有一段5分类，后来就6分类。但是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会这个6分类再做一些那个合并。选研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做了许多的调查，也整理了许多有关选举的文献资料这些确实对于研究者来讲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从这里说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的硕博士论文还有许多老师或同学们的专论专著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国际化的努力这一方面，还有一个方向是我们很早就做的，就是我们的研究资料的分享我们在大人楼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把我们的研究资料释放给国内外的那个学者在这个同时呢，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使用的这个选举的资料呢，也跟国内的包括学术界的人，包括那个政府机关，包括那个一般的那个媒体也同时在分享后来我们替中选会建立这个资料库在这一方面可以说做得更非常的顺畅我们甚至可以在选举过后的当天，立刻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呢，跟国内外同时分享。那我们也让政府部门了解到，在政策研拟制定，甚至执行的过程里面，民意调查确实可以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参考依据。那也因为这样，也让政府部门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民意调查的工作上面。我们政大选举研究中心不纯粹只是关在象牙塔里面做学术研究，那我们的研究其实可以作为政府决策部门很重要的参考。
对我个人来讲，以我的专长，以我所受到的训练，以我的兴趣，选研中心是全台湾我能够找到最好的工作场所，也只有在这个地方，我才可以完全发挥我的功效啊。然后我当然也希望说，这30几年建立来这个金字招牌，我能够帮点忙，尽量让它永远的发光发亮。我一直有一个观念，想要跟我们的学校领导们沟通的，就是你学校里面有一个单位，它是世界级的单位，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成更大、更亮、世界出名？全世界各地人要研究台湾施政资料，你就要来选。这是你的重大的、最好的资产。